我主导开发的无人机程序获得国际大奖，公司承诺奖励500万。可到了发工资那天，500万却被新来的实习生领走了。我以为财务搞乌龙，直接冲进老板办公室。刘总，那500万的奖金是不是弄错了？父亲，我深度了解过，程序大部分核心代码都是禽兽写的，人家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在公司，而你呢，忙完工作就玩手机，到点就回家，态度决定一切啊！我差点气笑了。他只是一个实习生，认得全代码吗？好了，公司的决定不会错，所有人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，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另谋高就。说罢，他将一份辞职信随手扔在桌上，心凉透顶。我当场签下名字，临走前撂下狠话：姓柳的，如果以后有什么技术问题，麻烦你去找那位经常加班的禽兽解决，别来烦我。他满不在乎地笑了。没问题。经过办公区域时，周围传来窃窃私语声。瞧，出来了，脸黑得跟锅底似的。啧，500万啊，飞了，换谁不气？气有什么用？自己没本事守住，怪得了谁？刘总说的对，态度决定一切。就是人家禽兽天天加班到深夜，他倒好，准点下班，雷打不动，功劳还都想占着。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？我看啊，他就是倚老卖老，结果玩脱了，活该。这些话语阴阳怪气，充满了落井下石的快意。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我过去9年是如何熬夜通宵，如何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，如何带领团队从无到有。他们只看到了我最近1个月的准时下班，尤其是老李，平时跟我称兄道弟，此刻就属他声音最大。我忍无可忍地停下脚步，转身径直走到老李的工位前。他正说得起劲，脸上还带着讥诮的笑容。我目光扫过他桌上印着公司卓越功勋的马克杯，那是去年我带领团队拿下大项目后，公司统一发的纪念品。我一把抓起那个马克杯，用力摔在了地上，清脆的碎裂声炸响，瓷片四溅，整个开放式办公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。所有的窃窃私语，所有的指指点点，全都戛然而止。老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冷冷地扫视了一圈，他们却纷纷避开了我的目光，低头假装忙碌。我没有说一句话，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，走向自己的独立办公室。关上门，我开始收拾私人物品，手指拂过桌面上有些陈旧的相框，里面是我和团队第一次完成重要模块测试后的合影。那时候大家脸上都是真诚的笑容，眼里有光。如今物是人非，心口的怒火渐渐被一种更深沉的悲凉取代。上个月，母亲突发重病住院，情况危急。当时程序的主体开发已经完成，进入了相对繁琐但技术含量不高的收尾阶段。我分身乏术，只能将工作分给其他人。是禽兽主动找到我，表示愿意多承担一些工作，让我放心去照顾家人。我当时感激不尽，将那些简单重复劳动的工作，绝大部分都交给了他，还曾在部门会议上公开表扬，说他积极主动，责任心强。没想到我眼中的简单工作，到了柳如烟那里就成了程序核心代码。更没想到，为了照顾母亲而不得不减少的加班时间，成了我态度懈怠，到点就走的铁证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，是禽兽。他脸上挂着一种混合着愧疚与不安的表情，步伐迟疑地走到我面前。富哥，那500万我受之有愧，这奖金应该是你的，我想还给你。好啊，现在就转账吧，我等着。他脸上的愧疚瞬间凝固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。短暂的僵硬后，他嘴角扯起一个弧度。富哥，我客气一下而已，你还真敢要啊？这钱是我凭本事得到的，刘总明察秋毫，认可的是我的能力和付出。说起来，还得谢谢你主动让出了位置。从今以后，这里就是我的专属办公室了。凭本事，你指的是把别人调试好的接口参数换个变量名，把注释重新排版，然后把整理好的测试用例当成核心算法提交上去的本事？还是指当刘总路过你工位时，永远对着屏幕敲打一些无关紧要的代码，或者打开早就写好的文档页面的本事？我语速不快，每个字却都像针一样扎在他最心虚的地方。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细节。他利用了我忙于家事无暇细查的漏洞，利用了他作为实习生接触不到真正核心，却能接触到大量过程文件和测试代码的便利。在1个月内，精心营造了一种深度参与乃至主导的假象。禽兽脸色大变，脸颊涨红，呼吸急促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最清楚。那些你提交的，号称是你独立完成的核心模块，底层函数调用和逻辑结构，跟我最初搭建的框架一模一样，只是被你用蹩脚的手法封装了一层，加了点华而不实的注释。需要我把原始设计稿和你的成果逐行比对，放到技术论坛上，让大家学习鉴赏一下吗？这句话彻底击破了他的心理防线。他最大的短处就是技术根基浅薄，经不起真正的推敲和审视。禽兽的脸色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青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目光忽然落在桌面那个陈旧的相框上，那里面是母亲去年和我旅游时的纪念照。禽兽眼神一闪，忽然伸手装作不经意的一挥，相框应声落地，玻璃4分5裂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富哥，没注意。我大怒，甩出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得禽兽偏过头去。滚出去！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。父亲，你在干什么？父亲，你在干什么？柳如烟站在门口，脸色铁青。她显然是路过，恰好看见了这一幕。刘总，我只是想为奖金的事跟富哥道个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发这么大火，还动手打我。父亲，我没想到你心胸狭隘到这种地步。奖金的事公司自有决断，你就算不满，也不该对同事动手。
更何况禽兽他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他摔了我母亲的照片，这就是他道歉的方式？一个相框而已，碎了就碎了，值得你大打出手？我看你是被奖金冲昏了头，失心疯了。刘总，您别怪富哥，可能真是我哪里没做好，惹他生气了。父亲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现在立刻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出公司。我捡起照片，将桌面上最后几件属于我的私人物品放进包里。在与柳如烟擦肩而过时，我停下脚步。刘总，记住你今天的话，希望你不会后悔，也希望禽兽真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能干。说完，我直接迈步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回到家，刚出院的母亲正靠在沙发上休息，见我比平时回来的早许多，脸色也不对，她关切地询问。我没有隐瞒，将辞职和奖金被夺的事情和盘托出。辞了就辞了，那种公司不值得我儿子卖命，身体要紧，心里舒坦更要紧。妈这儿还有点积蓄，你别急着找工作，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妈这儿还有点积蓄，你别急着找工作，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母亲的话语像一股暖流，温暖了我因工作而麻木的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。清晨陪母亲去菜市场，听她和小贩熟练的讨价还价，挑选最新鲜的蔬菜；上午跟着她去公园，混在一群老人中间，笨拙地比划着太极拳；午后坐在阳台，泡一壶养生茶，看茶叶在杯中沉浮，聊些家长里短，时光静谧而安详。休息1个月后，我开始浏览招聘网站，更新简历，并向几家业内知名的技术公司投递了申请。起初我信心满满，以自己的履历和技术实力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并不困难。然而，投出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，偶有几家发出面试邀请，却在技术面谈后态度急转直下，言辞闪烁，最终不了了之。几次碰壁后，一位相熟的前同事私下告诉我真相：富哥，不是你的技术不行，是有人在圈子里放话，说你品行不端，倚老卖老，还窃取实习生劳动成果，甚至动手打人。现在不少公司都认为你是业界毒瘤。我瞬间明了，这是柳如烟的手笔，她不仅让我滚蛋，还要断我的路。母亲见我连日眉头紧锁，追问之下得知原委。我去找他理论，怎么能这么污蔑人？妈，不着急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很快他就会亲自上门求我。母亲疑惑地看着我，刚要开口，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，屏幕上跳动的正是柳如烟的名字。父亲，你现在立刻到城西的飞宇科技来一趟，10万火急。我们卖给他们的无人机程序在最终演示环节出现严重故障，飞控系统间歇性失灵，路径规划完全混乱，客户极度不满，今天必须解决。电话那头背景音嘈杂，隐约能听到激烈的争执声。刘总，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我已经辞职了，公司的技术问题，你应该去找那位拿了500万奖金、经常加班到深夜的禽兽解决。父亲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就算你现在不是公司的人了，可这程序当初你也是主要开发者之一，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和担当吗？公司培养你这么多年，现在遇到难关，你就能袖手旁观？担当？刘总，我想请问，是谁的核心被窃取，功劳被冒领，最后还被一脚踢开？是谁在母亲病重时因准时下班而被判定为态度懈怠？是谁离职后被人在行业内故意散布谣言，断绝生路？现在你跟我谈担当，谈责任？刘总，扪心自问，从我离开公司那一刻起，我和公司之间还有半分情谊可言吗？柳如烟被噎住，呼吸声通过话筒传来，显得有些粗重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那头传来禽兽的声音：刘总，问题解决了，飞控系统的 bug 找到了，是底层一个参数配置环境变量冲突导致的，已经修复了。客户这边测试完全通过，表示非常满意。瞬间，柳如烟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。呵呵，父亲，你听到了吗？地球离了谁都会照转，公司没了你，不仅没问题，反而能更快更好的解决问题。别以为禽兽只是个实习生，他的技术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。亏我父亲当年还那么看重你，真是看走了眼。他现在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这副斤斤计较、毫无格局的嘴脸，不知该有多失望。此刻听着他在那头底气十足的颠倒黑白，我心中只觉得可笑。但愿如此吧。不过容我提醒一句，这仅仅是个开始而已，我们走着瞧吧。说完，不等他做出任何反应，我直接掐断了通话，并将号码拉黑。房间里恢复了安静。儿子，他凭什么这么说你？这9年来，你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，他又不是不知道。妈，别生气，他就像秋天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多久。可他说问题解决了。解决还早着呢，我检查过禽兽修改的程序，今天只是一个小故障，随便来个新手都能修复，但更严重的故障还在后头，那都是他自作聪明的结果。母亲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她不懂那些复杂的代码和程序，但知道自己儿子的品性和能力，叹了口气，不再多问，只是默默地将削好的苹果递到我手里。我本以为经过白天电话里那番交锋，柳如烟至少会暂时消停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晚9点，一个帖子如同病毒般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，瞬间引爆网络。帖子的发布者正是柳如烟本人，用的还是经过认证的公司官方账号，标题极具噱头，
揭露职场霸凌真相，元老功臣如何极度打压顶尖新秀，甚至动手打人。帖子内容极尽抹黑之能事。柳如烟以一副痛心疾首，又不得不站出来主持公道的口吻，描绘了我作为公司的9年元老，如何固步自封、倚老卖老，以及如何对一位才华横溢、勤奋努力的新进实习生进行全方位的打压。最致命的是，帖子附上了一段视频，正是那天在我办公室里，我因母亲照片被毁，怒极之下删了禽兽一记耳光的监控片段。视频显然是精心剪辑过的，这段视频比任何文字控诉都更具冲击力。他坐实了暴力行为，却完全隐去了前因。帖子下面，柳如烟还特意艾特几个公司里的老员工，这几个人仿佛早已准备好，迅速在评论区现身说法，口径一致的对我进行补刀。作为在公司待了5年的老员工，我可以作证刘总所言句句属实。父亲仗着自己是技术元老，平时就目中无人，排挤有能力的新人。禽兽本来就受了很多委屈，这次动手更是突破了底线，令人发指。我们所有人支持刘总正义执行。另一个 ID 附和，没错，父亲早就跟不上技术发展了，还占着核心位置。要不是禽兽力挽狂澜，公司上亿的大项目差点被他搞黄。这些昔日和我称兄道弟、表面和气的同事，此刻为了讨好柳如烟，毫无心理负担的编织着谎言。他们的言论成了柳如烟帖子的有力佐证，进一步误导了公众。不明真相的网友们迅速被点燃了情绪，在柳如烟精心编织的叙事和铁证如山的视频面前，舆论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。我靠，9年老员工就这德行，还动手打实习生，真是活久见。吐了，这种技术垃圾兼人品垃圾怎么混到现在的？嫉妒心太可怕了！看视频里那实习生多可怜，都不敢还手，这幸福的真不是东西。人肉他，把这种业界毒瘤扒出来，让他社会性死亡。支持人肉，让他以后在行业里混不下去。公司干得漂亮，开除得好，这种害群之马早该清除了。心疼小实习生，才华横溢还要被这种老油条欺负。这还没完，柳如烟趁热打铁，紧接着又发布了一条帖子，直接拿白天飞宇科技遇到的故障说事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有些人离开了也不忘使绊子。今日我司重要客户演示会上，之前由父亲负责开发的程序突发严重故障，险些造成巨额损失。我们有理由怀疑，这是某些人因被辞退心怀怨恨，暗中做了手脚。万幸，我司的顶尖技术人才禽兽临危受命，在极短时间内定位并修复了极其隐蔽的 bug， 力挽狂澜，最终赢得客户高度赞誉。这条动态更是将网友的情绪推向了高潮。我的天，还能这么下作？离职了还留后门，太恶心了！技术不用在正道上，专门搞破坏。哈哈哈，爽文照进现实，反派暗中搞鬼，结果被天才实习生轻松化解，脸疼不？父亲这种人渣败类就该进行业黑名单，永世不得录用。母亲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留言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，黑白颠倒？妈，别看了，也别生气，他们现在跳得越高，将来摔的就越惨。可是他们这样污蔑你，你以后还怎么找工作，怎么见人啊？放心吧，妈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网上的舆论持续发酵，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各种污名化的标签被贴在我身上。昔日的功勋元老成了人人喊打的业界毒瘤，我始终保持着沉默，没有在任何平台发表只言片语。母亲起初焦急万分，但看我始终气定神闲，也渐渐安下心来。7天后，一场由飞宇科技举办的备受瞩目的首次大规模无人机试飞活动，将这场风波再次推向了高潮。这次试飞既是对程序稳定性和可靠性的终极检验，也是一场盛大的市场宣发活动。他们特意邀请了程序的原开发公司代表，也就是柳如烟和如今风头正盛的技术核心禽兽到场观摩。在无数网友的热情呼吁下，柳如烟顺势在抖音平台开启了实时直播。镜头里，她妆容精致，意气风发，与身旁穿着合体西装、显得谦逊又自信的禽兽相得益彰。直播间的标题就带着浓烈的倾向性，见证真才实学，飞向蓝天。镜头对准柳如烟和禽兽，背景是飞宇科技宽阔的试飞场地和蔚蓝的天空。感谢各位网友的关注和支持。事实证明，是金子总会发光。我们公司始终坚持能力至上，态度决定一切。禽兽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刘总过奖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，能解决之前的小麻烦，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和刘总的信任。至于之前和父亲闹的一些不愉快，我相信清者自清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这番一唱一和，立刻引燃了直播间的弹幕，密密麻麻的刘总威武，禽兽好样的，心疼实习生，父亲滚出科技圈等字眼刷屏而过。就在这时，我在一个新注册的抖音账号上开启了直播。直播间标题很简单，关于无人机程序与500万奖金的真相。没有预热，没有宣传，起初只有零星几个人进入，但我心平气和，如同拉家常般开始讲述，从程序的最初构想、核心架构的搭建、飞控算法与路径规划模型的诞生，到因母亲病重，我不得不分摊工作，将相对简单的收尾和测试任务交给禽兽，再到后来奖金被夺，被迫离职。我没有激烈的控诉，只是用平静的语气陈述事实，逻辑清晰，细节充实。真相本身
就拥有一种沉默的力量。开始有闻讯而来的网友涌入我的直播间，弹幕从最初的质疑和谩骂，渐渐出现了思考和讨论。开播不到5分钟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，柳如烟竟然通过直播平台向我发来了连麦申请。看着屏幕上那个跳动的邀请，我几乎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击了同意。瞬间，2个直播间的画面合并了，屏幕一端是是非场神色飞扬的柳如烟和禽兽，另一端是在家中书房神情淡然的我。父亲，你居然还有脸开直播，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？你以为你编造这些故事就能抹杀你打压新人、动手打人，甚至偷偷在程序里留后门的事实吗？父亲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对柳总有怨气，可你也不能这样污蔑我和公司啊！程序的问题明明已经解决，大家都看到了。禽兽，你之前解决的只是最表层的一个环境变量冲突，你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，对核心调度算法做的那些优化和精简，引入了更致命的风险，在单机或小规模测试中不易察觉，但在今天这种数万架无人机同时升空的高并发状态下，系统崩溃是必然的。我建议你们立刻通知飞宇科技暂停试飞，这样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。父亲，你够了，什么时候了还嘴硬？留后门不成，现在又开始改危言耸听了？你以为我们会信你，网友们会信你？早有预料的我不再多言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那头的2人，以及他们身后那片看似平静的天空。直播画面里，飞宇科技的试飞指挥员下达了指令，刹那间，远处停机坪上密密麻麻数万架无人机同时启动，它们如同整齐的蜂群，缓缓升空，场面蔚为壮观。柳如烟和禽兽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笑容，刚想对着镜头再说些什么，下一秒，那笑容在他们脸上凝固了，甚至来不及褪去，就转化为了极致的惊愕与恐慌。原本井然有序的机群猛地一滞，紧接着如同下饺子一般，毫无规律的向下坠落。部分无人机在空中就失控的互相碰撞，炸开小小的火球，碎片四溅；更多的则是直接砸向地面，噼里啪啦的碎裂声甚至透过直播麦克风传了过来。场面瞬间从壮观景象变成了灾难现场，直播镜头剧烈晃动，夹杂着现场工作人员惊恐的尖叫和呼喊。柳如烟和禽兽彻底傻眼了，脸上血色尽退，只剩下一片死灰。我直播间里的弹幕在经历了短暂的死寂之后彻底爆炸。真出事了，全掉了！我的天啊！预言家，父亲说的居然是真的，打脸，史诗级打脸。所以父亲没有说谎，程序核心真是他开发的，禽兽只是个水货。500万，柳如烟，你瞎了吗？之前骂父亲的出来走2步，反转了，彻底反转了。刘总，现在你觉得那500万奖金该是谁的？这烂摊子又该由谁来收拾？屏幕那头，柳如烟猛地抬起头，她看向镜头里的我，眼神复杂到了极点，震惊、悔恨、恐惧、难以置信，全部交织在一起。而禽兽差点瘫软在地，彻底面如死灰。我微笑着关闭了直播。当天晚上，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柳如烟站在门外，她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早已没了白天的趾高气扬。父亲，我知道你在家，求求你开门。我本不想理会，但想起老刘总的知遇之恩，还是打开了门。父亲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飞宇科技要告我们，索赔10个亿，公司就要完了。现在只有你能救公司，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看在你为公司付出9年的情分上，你回来吧，我跪下来求你了。刘总，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说地球离了谁都会转？是谁让我滚出公司？现在公司要破产，你终于想起我来了。是我糊涂，是我被禽兽蒙蔽了双眼，我不懂技术，我只是想树立一个榜样。父亲，你相信我，奖金我双倍，不3倍不及你，技术总监的位置也还是你的，只要你肯回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父亲，我爸当年那么看重你，他一直说你是公司未来的希望，你就忍心看着他一手创立的基业就这么毁于一旦吗？就算你恨我，可公司里还有那么多老同事，像老李他们也要吃饭啊。听到他提起老刘总和那些老同事，我心中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就在这时，母亲从里屋走了出来。她原本不想插手，但听到柳如烟还在那里喋喋不休，甚至搬出已故的老刘总来道德绑架，终于忍无可忍。你给我出去！阿姨，别叫我阿姨，我担不起。当初你是怎么对我儿子的？奖金黑了，功劳抢了，人赶走了，还在网上那样污蔑他。你想过他那9年的付出吗？想过他为了公司熬过的那些夜，攻克的那些难关吗？我儿子在医院守着我这个半死的老太婆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只知道他到点下班，你只知道捧那个会装模作样的实习生。现在公司出事了，想起我儿子了，想起老刘总了，想起情分了。我呸！我告诉你，柳如烟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这么欺负人，活该有这个报应。滚！立刻给我滚出去，别脏了我家的地！母亲的话如同一个个响亮的耳光，扇在柳如烟脸上。她脸色由白转红，又由红转青，最终再也说不出一个字，踉踉跄跄地逃出了我家门。几天后，新闻爆出，飞宇科技以商业欺诈、提供存在重大缺陷产品导致巨额损失为由，将柳如烟的公司告上法庭，索要天价赔偿，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。证据确凿，舆论哗然。本就摇摇欲坠的公司，在巨大的赔偿压力和声誉崩塌下，迅速土崩瓦解，最终宣告破产。庭审结束那天，我家意外地迎来了另一位访客，飞宇科技的老总马地宇。
傅先生，今天的局面想必你也看到了，我们飞宇科技损失巨大，但更可惜的是那个无人机项目本身，它本应拥有广阔的前景。我深入了解过，那个程序的灵魂和框架，从头到尾都是你的心血，禽兽不过是蹩脚的窃取者和破坏者。我今天来是代表飞宇科技，诚挚的邀请你加入我们。首席技术官的位置以及无人机项目的全部主导权都是你的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，把这个项目做到它本该达到的高度。至于薪酬和资源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一定会让你满意。我看着马蒂宇眼中真诚的欣赏和毫不掩饰的野心，沉吟片刻，点了点头。我答应你。第二天，我正式入职飞宇科技的消息尚未正式公布，另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就已经抢占了头条。昔日科技公司女总裁破产后驾车行凶，实习生街头惨死。新闻配图打了厚厚的马赛克，但文字描述极其清晰。破产后精神恍惚的前公司总裁柳如烟，在街头偶遇前实习生禽兽，双方发生激烈争执，柳如烟情绪失控，开车撞死了对方。目前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，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看到这条新闻时，我正在新的办公室里摆放母亲的照片，旁边的同事议论纷纷，唏嘘不已。我抬起头，目光掠过电脑屏幕上那血腥的标题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嘴角极轻微的向上扯动了一下，仿佛只是看到了一件与己无关又早已预料到的趣事。随即我便低下头，轻轻擦拭相框。窗外阳光正好，